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次安排花莲3天2夜，前往期待已久的太鲁阁壮丽峡谷、追鹿古道，为合欢越岭古道残存遗迹。日治时期有东亚第一断崖之称，是全台最高的天空古道。走在前人的道路上，充满时间流逝的痕迹。第二站来到了有台版纽西兰之称的崇德营农场，拥有无敌山景、海景和大草原，是知名的露营胜地。这里有各项设施可以体验，非常适合亲子来游玩。最后来到了七星台秘境48高地，眺望一览无遗的太平洋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大家早安，我现在在太鲁阁花莲。今天的目标就是走追鹿古道。我原本是想要搭台湾好行310，结果它有管制，就是转车就也不一定10点会到，因为它的入园时间是7点到10点，所以我决定就是搭计程车收费亭。我现在要准备去追鹿古道了，那它的入场券是200块，记得要带身份证哦。我是1个月前在网路上登记的，假日还蛮夯的。这边的话是往燕子口的方向，这边。那如果要停车的话，其实不好停，因为是在静恒公园里面有一个白线处可以停车位不多。这一次就包计程车上来，就不用再找停车位。那如果停在部落湾吊桥那边，要再走1公里过来。追鹿古道的大门就在这啊。需入园申请许可，就出发吧。患有心脏病、惧高症者勿进入。那它最有名的就是这整个断崖，记得它来回的话是差不多6公里。Go go！走过来就是追鹿吊桥，好高的。终于走了那个吊桥了，有惧高症的人真的要考虑一下。追鹿古道是以前日治时期合欢越岭古道的一部分，是以前被称为东亚第一断崖。开辟的时候是系着绳索，垂降放炸药，真是太厉害。这个吊桥经过这个八达冈，走到这个断崖住宅所，只有开放这一条。这一件还是要带登山杖。前面这边要拉绳过去，比较多大石头。只要听到古道2个字，通常都非常的原始，走路要很小心，这还蛮滑的。走了500公尺，怎么还那么累？来回6公里。要提醒大家，走追鹿古道一定要带充足的水跟食物，因为这边完全没有补给，然后我也没看到洗手间欸，不过都有树荫，还蛮凉的。一路都是碎石跟树根的道路。700公尺了，天啊，这一段超陡的，感觉有80度欸。来到800公尺，看到这个巨大的石头，来这边休息一下，拍到我背的样子。休息。大概约走了45分钟，走了1公里，那还有2公里要走，这超陡的。一定要穿专业的登山鞋，不然会很滑。
往断崖住宅所，2.2公里。现在好像没有陡上了，开心。这边写水源维护区，请勿进入。那边有水一直在流，好美哦！1公里的景色，这边感觉是中央山脉吗？1公里，还有2公里要走哦，而且是单趟，回来还要再3公里啊！其实一开始还蛮陡上，啊，目前看到都是平路，那就继续走吧。哦，有2根柱子哎，不晓得以前是做什么用的。突然觉得以前的人开辟这条路真是太厉害了。公里后就有厕所了，往八达冈厕所走这边，听说是新改的哦。爬山最重要的就是洗手间，5星厕所，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哇！有很多酒瓶，不晓得是不是日治时期的酒瓶。好难想象，在70年前也有人在这边生活过。知道刚刚这2个石柱是什么了？这边以前原本是八达冈部落，然后是往那个天祥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住宿。八达冈部落以前的照片，日治时期的。然后它是属于太鲁阁族的重要部落。那如果要去天祥的人，都会在这边休息，可以提供20个人的住宿。不过现在已经都是平地了，应该没有人住在这里了。现在是一片空地。现在来到1.1K 路，蛮小的耶，沿着这边走。八达冈2号桥，今天走的第2个桥，它承载限量是3000公斤，这应该还可以，限20人通行。要走吊桥，好可怕！这边的落差真的是超级大。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累耶，就是一路的陡上，然后都是碎石道路。我觉得大家有要来的话，要衡量自己的体力，然后登山杖一定要带。就希望可以赶快看到那个断崖，已经蛮多人已经上去，大概爬了快2个小时。这边就是要边走边休息，不要赶，不然一定会中暑。走到快2公里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遮阳。终于走到2K 了，你看后面的山景。我感觉快到了，在800公尺，所以现在已经走了2个小时了。钢筋的做的桥，应该再走个500公尺就到了吧？希望这个水一定要带2000 CC 哦，记得。哇，满地的碎石，感觉快走到了。那它这边的石头都是很坚硬的，以前的人可以凿出这条道路，真的很厉害。这个中央山脉离我好近哦，不晓得可不可以看到玉山。那它这个旁边啊都有扶手可以扶，不然它道路很狭小，会车的时候要小心。我们从上面的道路爬上来。
我记得去年有一阵子追鹿古道施工，那应该就是装这个扶手，道路真的还蛮窄的，大概是1个人的宽度。那它这个是还蛮稳的，它能加装的比那种麻绳还要稳。好紧张哦，走这个要很有胆识哦。真的很高哎，不愧是东亚第一断崖。这里应该是以前用炸药的，试一下，拜一下。2.8K 了，这里快到了，继续走到3.1。这里有护栏就会比较有安全感。如果怕高的人，就是可以慢慢走。以前日治时期，请那个强悍的原住民身上绑绳子垂吊在这边，然后放炸药所形成的道路，他们真的超厉害的。听说原本的道路更小，然后他们又把它拓宽了，现在就是勉强可以2个人会车。3公里了，终点是3.1K。抵达终点呢，这终点就是一个休息区，很大的平台。这边的话是已经封起来了，不能再走哦。所以全长的话，它好像有10公里，但只开放了3.1公里可以走。以前只有30公分宽的道路，那后来日治时期再请人家买炸药，拓宽到1.5公尺。这边的道路我看都已经坍方了，没办法走。等一下就是回程，再走3小时。那我刚好看到那个完美景点，勇气可嘉的话，我再去拍个照片。终点长这样，记住一定要带水啊、帽子、好走的登山鞋跟登山杖，会耗费很多体力。3.1K。刚千辛万苦才走到这边，大概走了1万步，看到这个真的超开心的。走在这个障碍上啊，有很多注意事项，必要时勿滑手机、勿嬉闹、勿快跑，请勿做危险动作。绳索请务必握紧哦，都会有落实，所以经过的时候要走快一点。今天的追鹿古道的探险之旅了，等一下再走回去，大概也要3个小时吧。硬战欸，下山的路段没有那么好走，现在应该已经走了快2个小时了吧。就回到追鹿古道了。那今天的追鹿古道完成，大概花费5个多小时，算是非常有挑战性的。回程的话，因为2点有管制，所以刚就用冲下山的方式。明天的话，可能会再租车出去玩，所以今天会在花莲住一晚。昨天已经坐火车从花莲下来住一晚了，所以就期待我明天的行程吧。追鹿古道，拜拜。膝盖开始有点酸痛了。在那边搭公车回花莲，燕
子口的停车位就只有左边那边白线，跟开进去这边有个静恒公园，只要看到有白线的地方就一定要停，太难停了。坐到这班1141，说有到花莲火车站。今天顺风租车，要出去玩喽！来花莲的第3天，这间之前有租过，评价不错。这边是它的停车场，也有沙滩车可以租。大家好，我是季，这次是来到花莲的第3天。一早的话就租车来到崇德营农场，这个农场的园区非常大，有台版纽西兰之称。整个大草原也有海景，那旁边的话有山景。那在这边可以从事的活动非常多，可以喂小动物、骑马、乘坐沙滩车。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农场非常的空旷，而且前方有85度 C 耶，锅巴风味餐。花莲蓝很漂亮哎，我在花莲崇德营农场，这边是清水断崖。今天的蓝好像台东蓝哦，超美的。不过太阳也很大，大家记得一定要防晒，不然会中暑。是在清水断崖旁边就有这个月牙湾，七星潭或是48高地也可以看到这个月牙湾。很多露营的地方，还有蒙古包，或是可以直接开车来露营。洗手间在这边蛮干净的。刚刚发现一个戏水的池塘，那后面的话就是大草原。这边好多鸭鸭哦。崇德营农场的大草原，那这边就是可以骑沙滩车的地方，大家都有在骑。那每个牛都是放牧在这边的，感觉这边的牛过得很悠闲，是被称为那个小纽西兰的地方。往蒙古包的方向，我记得有个心形池，露营的蒙古包。那也有小木屋可以选择，还有香菇造型的，好可爱哦！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露营的地方。那它也有露营车哎。在露营车的方向，这边有个很像志宏池的地方，它是叫心形池，听说是爱心造型的。现在来到露营车旁边的心形池，拍完美照的话，枯木的旁边，镜头拿高一点就可以拍到整个爱心跟凉亭哦。崇德营休憩小站，欧阿米耍或者是冰品。点了一碗绿豆蒜叉冰，1碗55。
50块一颗，50块一个肉粽，宜兰红茶50。门票好像可以换一个饲料，来喂一下。我要喂象龟。会吃啊。喂羊喽。给它吃到饱，现在喂下一个动物。可爱哦！我害怕羊哎。准备离开崇德营农场了，那在这边大概花了2个多小时，在园区走走。它的动物真的还蛮多的，大家可以带小孩子来玩哦。今天的第2站，我又来到了48高地。那之前有来过，它的停车场在48高地停车场，入口的话就在这个转弯处的地方。等一下走10分钟应该可以到。这一次的花莲3天2夜之旅结束了。第1天的话，我是直接搭花莲火车站，然后晚上住花莲睡一晚。那第2天的话，就是排追鹿古道的行程。那我还蛮推荐有体力的人可以走一趟，因为那个景色是非常壮丽的，算是目前我看过最美的断崖景观。第3天就是今天早上去了崇德营农场，那现在来到了48高地。如果已经去过七星潭的人，可以走一趟48高地，看这个绝美的月牙湾，就推荐给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花莲，下次见，拜拜！谢谢大家看完我的影片，看更多照片可以追踪我的IG，下次见，拜拜。